李显龙预警亚太战争，他嘴上在警告国人，实际上是在警告美国，意味深长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美国的所有印太盟友国家之中，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。一方面，美军在新加坡有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，在南海搞所谓航行，也经常从新加坡出发。而另一方面呢，新加坡还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，因此该国并不想彻底得罪中国。中国与新加坡在军事合作上也非常紧密，所以当中美之间的关系出现恶化，面临严重的战略不互信的状态下，新加坡就会出现危机感。李显龙曾经跑到美国游说，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保持基本的互信，被美国人称为北京的耳语者，这充分证明新加坡的尴尬地位。所以近日，李显龙罕见地就地缘政治危机发出了警告。他表面上是在向新加坡人发出警告，有可能会面对战争，实际上呢是在警示中国和美国。李显龙表示，任何认为该地区不可能爆发战争的人都需要面对现实。他警告说，美中关系正在恶化，新加坡人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以应对该地区稳定受到的破坏。在李显龙看来，中美之间的对立包括社会体制的不同、意识形态的对抗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。中美贸易争端、南海问题、香港问题和网络间谍问题，中美都存在着严重对立。由于中美之间的不信任，很可能会导致误解或灾难，让事情变得更糟。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发生冲突，新加坡会怎么办呢？李显龙表示，新加坡必须坚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，并与其他国家合作，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。在具体操作上，新加坡可以通过在联合国的发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，因为保持沉默并不符合新加坡的利益。新加坡将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卷入大国竞争。李显龙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提及台湾问题，认为日益恶化的美中关系致使双方几乎不可能就气候变化、流行病和核扩散等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。但是听话听音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导致中美发生激烈冲突，甚至导致战争的。他一再列举俄乌冲突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，他就是在警告台海危机引发的中美直接对抗。而新加坡将有可能被迫选边站，所以他几乎是在警告美国和中国不要逼迫新加坡。然而，中国会逼迫新加坡吗？根本就不存在这样可能，所以他的怨气冲着谁就很明显了。作为一个华人，李显龙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是非常深的，应该明白中国在台湾地区问题上的诉求、决心和意志，所以中国是不可能有妥协余地的。而美国现在有着遏制中国的需要，甚至有通过在台海挑起战争来消耗中国的需要，这是李显龙想阻止但又无能为力的。就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的事件来看，李显龙可是当着老太婆的面进行过劝诫，说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对全世界都非常重要。但是小国的地位非常尴尬，他说的话美国人会听吗？再说多了，估计又会被扣上中国卧底的帽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从李显龙的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美国在挑起乌克兰危机之后，有着在亚洲塑造危机的趋势，这是很多东南亚国家都看明白了，但又无法阻止了。前几天，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马哈蒂尔也曾经发表过同样的观点，他认为美国就是在故意搞事儿，中国在这个时候就得保持战略定力，抓住机会打击美国的国际信誉，让更多的国家看明白美国的真面目，以赢得舆论战的胜利，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。
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